Hello，大家 Hello，好。大家下午好啊！那这一次呢是一个非常突发的 live 啊，我们平时的 live 呢都是在晚上的8点半啊，这一次呢是很突然的，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呢跟大家来做一个直播啊。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来跟大家来互动和探讨一下。我们开始先打个招呼各位同学们，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来自哪个地区呢？是来自于台湾，还是马来西亚，还是香港呢？你们都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如果你错过直播的话再看重播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看重播当然最好是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下次有直播的话能通知到你了OK 那今天的内容呢，我觉得是短而精而虽然这个 topic 这个话题不多，但每个话题也是能够深挖很多的内容在里面的所以呢，也是同样的你们想听哪一个内容多一点呢，我就会在哪一个板块里面再讲的仔细一点。然后呢，各位同学们，你们也可以投票以下有 A、B、C 这3个题目你们是想听哪一个呢？A 就是现在美股的市况的 update 和更新，那 B 呢就是 AI 的板块大家都知道是有很大的机会在里面的尤其是之前的半导体。但是下一个机会到底是在哪里呢？那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那 C 呢，就是怎么样来捕捉和寻找这些暴涨的行业，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些行业当中去寻找一些优质的龙头股。所以呢如果你是想听 C 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 C 那当然还是同样的，如果这个直播能够到1000人的话你也可以来提问一个股票或者是整体的大势的一些看法然后呢我或者是七爸也可以来回答一下我们很少是在公开场合会讲到股票的但如果这个直播是能够超过1000人的话我们也可以回答一下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看法，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也虽然说随便不能人不能这么随便，对吧？我就问大家再多一个问题如果给你选有2种方法，一种是赚多点，一种是赚少一点，2种方法只能选一样你要选哪一样？你要赚多点的方法还是要赚少点的方法大家在留言区写一下，投个票好不好？有一个方法是赚多点的，有个方法是赚少一点的那你投了票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真实的投资的回报不是假的，不是吹的，是真实的投资的回报所以赚多点还是赚少一点那大家来留个言那我们的团队肯定要赚多点，真的吗？有人说那肯定要赚多一点只有一个人赚多OK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说随便吧没有，随便是上面那个毛主席接班人上面那个 ABC 的那个投票OK 有人说要赚少一点真的有人说要赚少一点OK 但好像还是要多一点OK 还是要赚多一点的人多一点最后投票最后5秒钟那我们就开始了O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曝光我跟 Rich 的那个投资的回报了大家猜一下我的投资回报好还是 Rich 的投资回报好呢大家对七爸爸有信心多一点还是对Rich 的信心多一点呢？什么叫赚多后再赚少？不知道大家觉得七爸爸投资回报好一点还是 Rich 的投资回报好一点？哇，我们看看平时我们给大家的形象到底是哪一个更加厉害一点OK 没有人猜没有人猜我反而是看到很多同学都是想看或者是想听 C 或者是 B 这2个话题那待会儿我也会详细一点来讲解那人家说七爸爸今年七爸爸那肯定是七爸爸的啦
Rich，你是不是要做多点形象管理啊？你看全是788，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 Rich 是大幅度的跑赢788啊，不光是 Rich 大幅度的跑赢788啊，我是大约是90%是股票，最近有加仓加了一点但是呢，我是90%几是在股票 ，Rich 只用了少少的2/3的钱，62%的钱在股票市场里面，38%还是在现没有金了。我是这样的啊，我是比较中短线的，所以如果市况好的时候，我可能会积极的投入多一点的钱希望能够在这个机会里面把握到更多机会所以我们那如果也实际的告诉了大家进进出出的因为外面有人说嘛，对不对？不要 time the market 要 fully invest， 有没有听过？要全部投资，不要去 time the market。所以在这个情况下Rich 就是 time the market 我就 fully invested almost 90%的fully invested， 结果到最后这个Rich 跑赢了788了。那好像他们都想听，想赚的多一点，对吧？那就 Rich 讲多点了，今天好吧？今天我不讲了。那其实是这样的788呢，其实昨天GMT 呢也是准备了很多内容我记得昨天的 GMT 也超过了4个小时，对吧？讲到11点半左右。那非常丰富的内容而现在呢他也是想休息一下。所以呢今天的直播呢，我会主动的来讲多一点当然788也会来分享一下最主要是看法。中国的出的这些组合拳措施机会很大所以昨天是非常深入的讲解了每一个组合拳的一些带来的利好的板块啦，利好的股票啦那讲了很详细那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 GMT 讲过的不能马上在直播里面免费公开GMT 是收费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起码要等待几个星期后让 GMT 讲的那些股票涨上去了吃饱了才在这里免费公开给大家。好可惜我觉得他们是想听你讲的。昨天讲了很详细，今天没有补充了，没有额外的东西可以讲了，所以拜托你今天不过大家不要走美股也有很多好的那个这个机会那要不这样吧如果这个直播到1000人的话如果他们有兴趣想问的话，你要不要来？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嘛，对不对？到1000人问个股票，如果是中国股票的话，那我还是我来回答。但是如果大家还是问美股的话，那也是你回答。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值得你留到最后然后呢，把这个直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让他们也来参与到这个直播里面，听到788的那个精彩的分享不过无论是短线长线还算争气都是跑赢了所有的大势纳斯达今年表现很好了，我们也跑赢，大幅度跑赢了，就这样所以还是算争气的。 OK， 有人要阿里巴巴到1000人了好，我们事不宜迟 Rich OK， 那我先来讲一下第一个我们准备的就是美股的市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标普500的图表，然后呢上面是它的股价图，然后下面那3个图表呢是它的市宽。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整体的美股市况依然是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呢，最下面那个是它的创新高和创新低的市宽的比例。你可以看到创新高的股票是大幅度的跑赢创新低的股票这个比例呢是接近10:1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市场上面这里有实际的数字创新高的股票有接近300个，然后创新低的股票呢只有32个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况然后整体的市宽也是非常良好的那你也可以看到标普500也在过去也在不断的上涨只不过呢在最近的这一个星期里面它好像有2天是出现了一个拉回，一个 pullback 曾经是开市的时候好好的还在涨的，但是呢它在盘中的时候它有一个回调甚至在星期二的时候
那一天的回调呢会比较急一点啊，然后那一天呢，纳斯达克是跌了超过1%啊，那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其实啊，当天有一个半导体的公司啊，它提早的发布业绩报告，然后这个业绩报告呢也是超过了预期啊，然后呢，它出的业绩报告爆雷了啊，然后也导致了一些半导体的股票啊集体的下跌啊，当中包括啊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台积电或者是 NVIDIA 啊这些市值比较大的，然后这些公司跌了之后，也是拖累了整个科技股啊，然后这个影响也慢慢的延伸到整个纳斯达克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啊，而整体来看啊，虽然它当时候有个回调，但事后呢，它还是啊能够上涨的啊。那所以整体来看啊，再结合市况来看的话呢，啊，整体是非常健康的。那虽然我刚才讲到啊，整个大势啊都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曾经有出现过调整，但是呢，这个调整的幅度啊，你再结合成交量来看的话啊，它依然是在一个非常温和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这张图表的左上角，这个是 QQQ 啊，就是纳斯达克100的指数的 ETF。你可以看到呢，它在星期二有出现回调，但是呢，它只是回调到10天线和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就获得了支持啊，所以整体来说是偏向于 bullish 的啊，它回调了10天线之后就马上有承接啊，马上就有买盘重新把这个股价推上去啊，所以整体来看啊也是健康的啊，而我觉得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在看啊这几个指数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指数是开始逐渐的变得强势了啊，在过去它都是一直跑输的，但是呢，在最近我们看到它是逐渐的在变强，而这个指数呢就是 IWM 啊，代表的是中小型的股票啊，它代表的是罗素2000的一个指数的 ETF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上个星期五啊，就上个星期五，11号那一天啊，它是正式的突破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啊，这个阻力。然后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你可以看到其他的指数它都只是一个横向的整固，或者是啊，在星期二会更明显的看到其他的指数它都是有受到影响而下跌的。但是啊，这个 IWM 啊，你可以看到它是能够逆势上涨。并且开始变得强势，跑赢了其他的指数。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市况呢，啊，现在也在经历一个资金的板块轮动，而现在逐渐变得强势的，就是一些比较高贝塔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所以呢，也导致了罗素2000开始跑赢，开始变得强势啊。那如果我们来乐观的看一下上一次有出现这种中小型的罗素2000大幅跑赢大势的情况大家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呢？你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一下看一下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这里我看到给大家一点时间写啊。这里我看到有个网友说，美股感觉有点危险啦，有点危险。其实我就记得Rich 教的trade what we see, not what we think 这个我也跟 Rich 学东西我们要看指标，看技术分析指标，对吧？而不是拍脑袋想trade what we think not what we see 所以 Rich 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技术的指标的数据现在还是总结一下，还是应该是比较整体上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我在最后也会分享一下风险当然要注意风险但是整体来说是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不要拍脑袋，很多的小白啦，或者是一些散户输钱的人就是因为感觉上因为感觉有很多的主观的意愿，我买了一只股票，我感觉上它很好了，我卖掉了，我感觉到上它要跌了，很贵了，这个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主观的意愿出来所以数字不会骗人这个图案不会骗人这就是一个看技术分析的好处了，对吧？OK， 就可以比较客观的
避免去投放太多的一些个人的主观情绪在里面，这个也是应用技术分析一个好处啊，或者是很多人犯的错误就是投放了太多主观的，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啊？那结果事实上不是的啊，那所以这个也是技术分析一个好处啊。那我看到留言区里面好像也没有人提到到底上一次有这么强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我现在开股了，好不好啊？上一次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其实是在3到4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在2020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的时候，当时候大家可能不记得了我来回顾一下。当时候的市场呢是气氛非常炙热的市场上面的投资者呢都在追捧一些高贝塔或者是他们想获取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那一些股票然后呢市场里面的那些资金都去投放了到那些股票里面。那如果你记得的话当时候涨得最多的股票是什么呢其实当时候涨得最多的就是那些高贝塔的股票我举几个例子第一我这里就不分先后的次序我就讲一下当时候涨得最多的。我记得富途涨到200富途对涨到40多块涨到200这个是其中一类的中概股当然还有其他的阿里巴巴这些也有涨但这些不够高贝塔他们喜欢的就是那些高贝塔的富途也不算最高的包括什么哔哩哔哩拼多多这些是涨得最多的当然还有一类的他们同样也是中概股然后他们当时候有非常亮丽的一个愿景你赚不赚钱当时候市场是还有手套股了手套股我记得那时候开这个网上课程有人问手套股 Top Glove我觉得哎呀手套股好危险了得罪了好多马来西亚的人对不对要打我了还有一个一定要问了未来能买吗未来能买吗电动车就我刚才想说的同样是中概股未来就是这些电动车的板块也是涨得特别多对当然特斯拉我们的选股5部曲2020年8月份录制的大家去看我们的选股5部曲到最后 Q&A 的时候就是当时8月份的时候人家一定问NIO 还能买吗当时 NIO 是50多块是不是是跌了之后跌了90%对吧那当时候我回顾一下特斯拉确实涨了很多涨了超过10几20倍而市场当时候更加追捧的就是一些它有愿景的但它赚不赚钱这个不太重要反正它赚钱反正它有愿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能够在这个牛市当中募集到一笔资金包括就NIO小鹏包括蔚来这些也都是在当时候它有愿景也是高贝塔的中小型股票。现在是不是应该去买一点垃圾股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也是要结合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只有愿景没有任何东西的只有愿景的比特币最近也涨了不少对吧确实最后我再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些机会吧就把这个放到最后来讨论一下OK 那另外当时候还涨了特别多的元宇宙什么 Roblox 这种确实也是涨了很多当时候也是这个愿景非常好的对你还做过分析的因为太多人要问了对 Roblox 怎么看你还做过分析的然后还有一个当时候也是非常高贝塔的比特币加密货币类的这个确实在当时候你看到在当时候的时候当时候是非常强势的那当然这些泡沫呢也是会有爆破的那一天的当这个派对结束的时候这些股票呢大部分都是跌了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的而一切的开头呢就是当时候IWM 就是这个罗素2000它调整完了之后开始有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涨幅而这个点呢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发生所以当时候
市场上面的气氛是非常炽热的。而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它好像在过去的3年经历了一个整固的时间，而现在呢，可能是在一个整固时间，这个整固期的末端可能随时要进入到一个突破的一个实况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如果乐观点来看有可能会像2020年年初的时候那么炽热的整个气氛这么炽热那当然凡事它有两面的。现在呢，我来讲一下一些潜在的风险吧第一点呢，就是目前这个总统的大选还是有一些不明朗的因素在里面的市场的上面的投资者呢，也是对于未来哪一个总统当选也是有一些不确定的那这个也是投资者不喜欢的一些要素。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个黑天鹅衍生出来的当然这个只是可能性，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那如果俄乌战争或者是以色列那边那些地缘政治有进一步的恶化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的股市，然后整体的股市也可能会有一个调整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完了第一点关于美股的市况分析。那我们接下来呢来探讨一下下一点。我们之前呢有讲到下一个技术革命那下一个技术革命就是 AI 这个无论是七发法的 YouTube 已经讲了我记得超过1年对吧？2021年的年底，2021年年底那我记得讲过 NVIDIA， 讲过 NVIDIA OK 当时我有讲过美股太高了但是呢，如果硬着要美股里面讲一只股票的话我就只讲了 NVIDIA OK 所以大家很少看到我讲美股后来又讲过另外一只，因为太便宜了所以我美股只讲过2只，公开讲的话OK 当时是 NVIDIA， 那我记得当时候200多块我们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有出过一个影片，讲到下一个技术革命就是 AI 对吧？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已经讲了就超过1年半吧，这样说。1年多而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技术革命所受惠的板块在哪里呢？其实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也讲到这个技术革命受惠的板块呢有分几种第一种是硬件类的，包括半导体包括那些chips包括一些制冷的水冷风冷的一些硬件那第二种呢就是软件类的哪些软件它能够应用 AI 来帮助它赚钱或者是可以帮助它节约成本的这个也是能够受惠的第二个板块。第三个就是 AI 的应用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电力的需求电力的板块那我们当时候呢在 YouTube 的视频也有讲到全部讲中了对你的 Palantir 涨了好多Palantir 是第2类和第3类里面的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或者是你们之前没看过这个影片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 YouTube 视频里面这个就为什么 Rich 刚才才那个图大幅度跑赢大市还跑赢我就是因为他这几个板块全看中了，对不对？OK， 熬到几个股票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我看到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是半导体对，有人说这个资金转移到这个行业里面他说的是半导体那如果你是有这个想法的如果你是看到好像最近台积电业绩很好是涨了然后突破新高好像真的很强那可能你会错失一个更好的机会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是9月1号的 live 当时候呢我们有讲到其实买 NVIDIA 最好的时机也有过去了，现在呢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当时候呢我也有提到我当时候是看了Palantir我记得是有讲到的当然之后的 updates 我在 GMT 里面也有讲到半导体的股票现在呢已经不再是最强势的那一批但它同时也有买入机会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选择，但你要知道的是它已经不再是市场当中最强势的那一批就如果你买了半导体有可能你会错失的就机会成本你会错失的
可能是其他的更好机会的股票啊。所以当时候啊，我在 GMP 也有更详细的讲到。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上个前一天截图的啊。那我们看到我这里呢拿了2个板块的 ETF，第一个呢是半导体板块的 ETF 啊，这个是 XOXX， 是左边的那张图，右边那张图呢是软件类的板块的 ETF。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第一，现在的市况呢已经是在创新高了，但是半导体它整体的板块还没有创新高，还在一个低位所以很明显能够看到的是，半导体呢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么强势了。那你能够看到强势的，只是一些个别的股票包括什么台积电NVIDIA 这些它有强劲的基本面的。那其他一些2线的或者是3线的什么最近这个星期跌了很多的ASML 这种或者是 AMD 这种，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落后或者是落后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第二类呢你可以看到现在比较强势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在 GMP 里面有分享，其实整个 AI 的浪潮呢，它并没有完结，只是现在市场上面太多人的焦点是在半导体的行业他看到半导体没有涨他就觉得AI 是个泡沫啦，AI 好像已经完了这个派对但其实这个资金是从半导体开始流到了其他的板块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软件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软件类的它是率先一步创新高然后也是非常强势的。那当然除了软件类之外，还有其他的板块。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探讨一下。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在之前的 YouTube 视频里面也有跟大家讲到现在呢可能很多的公司都正在发展 AI 的模型，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Elon Musk 马斯克他有讲过，就是这么多公司他们缺完芯片之后他们下一个会缺的就是缺电所以呢在前一段时间微软呢也是跟了另外一家核电厂他们是签署了一个20年的购买协议，微软呢就会向CEG 来购买电力，而 CEG 呢它也会重启那个三里岛的核电厂那为什么他们要买电呢突然间就买电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有讲到，就是微软呢它在过去有不断的发展一些 AI 的模型然后还发展了一些数据中心，那他们现在呢是非常缺电的，所以呢它跟 CEG 是签署了20年的订单来买电的。那当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其实核电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可能是下一个可能会受惠的板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星期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2个新闻，就是你可以看到，除了微软它有买电之后这个星期就连其他的公司就连亚马逊Amazon还有这个 Google， 他们也是争先恐后的都有纷纷的去投资有一些是采购了核反应有些是采购了核电厂的电力那 Amazon 呢，它是有投资这个核反应炉那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2家公司，他们同时间都在投资核能，为什么呢同样的，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建造这些算力中心数据中心包括他们也在不断的去发展他们的 AI 模型，所以呢他们也是同样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缺电，而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选择投资和采购核能或者是核电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核能很大的概率会成为下一个会受惠的板块。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美国市场呢，它的电力需求也在逐渐的增加那这也应对了像 Elon Musk 前面所说的之前是缺芯片的，而现在呢
很大的概率会到一个缺电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企业啊、大公司，他们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买电。那当然啊，我们也并不是啊看到一些所谓的新闻，然后我们才去买入。那如果你是有这种思维啊，就是看到一个新闻才去买入的话啊，就已经太迟了啊。所以呢，我们其实要透过两种工具，第一种呢是基本的分析啊，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在今年的6月份，我已经在 GMT 里面有分享到啊，核电或者是核能这个板块啊，它有什么机会在这里面。然后呢，啊，我也跟 GMT 的同学分享啊，就是核能啊，也是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潜在的板块的。然后呢，啊，第二个工具就是我们可以应用技术分析啊。那我在6月份分享了这个一些公司之后啊，然后我就看到了，哎，现在呢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来投资啊，那就简单点来讲，就是太贵了啊，可能要经历一些调整啊，然后就是过了4个月之后啊，这个是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是在11月11号的时候啊，当时我有看到的一些机会。那我有看到呢啊，核电啊，包括啊它的一些原材料油的供应商啊，也是有一些机会在这里面的啊。那这个呢，是我用到了技术分析，并且呢，我在 GMT 里面有分享到一些潜在的机会啊。但可惜的是，GMT 好像已经是不对外开放了啊。那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可惜的啊。可惜的事情多了，这只股票也涨上去了啊，确实。如果你现在看了这个分享，然后再去看这个股票，想买的话啊，那非常可惜了。最好的是时光导流，人家是到了6月份加入 GMT， 赚到了，买到了。现在这些股票都创新高了啊，所以啊，大家也不要听了2个号码，然后就去盲目的买啊，所以这个也是有风险在这里面。我们在公开场合很少这个我们不推荐啊，很少评论个别股票，也就是因为你没学过啊，没学过开车，开车的话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呢，在 GMT 里面，我们事先的是给大家很多的线上的课程，学了之后，我们再来 GMT 里面讲到，像 Rich 给大家看的这些图讲到，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有装备了，知道怎么开车子了。这时候我们给大家一辆保时捷，一辆 Lamborghini， 你们都可以开了，对吧？要不然马路上给你一个 Lamborghini， 原来你没有车牌的，没有驾照的，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车牌的啊。在网上大家听了之后回家了，明天啊礼拜一的时候去买了，那就无牌驾驶，出了意外就不好了啊。好，那这个赚的太少了啊，只有12点几个 percent 啊，多少天啊？才几天啊？你看啊，这里有买入记录的啊，一个星期几天才赚这12.6%，好不好？大家我不知道。那没关系啊，我当时候呢，其实有分享几点啊。那 CCJ 呢，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哥，他也算是有一定的市值的，那他也算是一个但我看到股票它还在涨，就是还没有，这只是刚开始，是刚开始后市当然不知道啊。这是 Rich 在短短一个星期赚了12%。那如果每个星期赚12%，大家算一下，一年52周，每周赚12.36%。假设啊，如果每一周都可以赚到12.6%，那52周有多少%？算对的人啊，在屏幕里面打一下啊，你们有计算机看看能不能算出来，都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人不懂得怎么算的了。那其实这样啊，我当时候呢还分享了另外一个，同样也是核能的啊，我看到一些机会啊，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啊，它的波幅也是很大的啊，也是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比12.6% 更厉害吗？哎，有，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波幅呢，真的很大，它一天之内啊，能够上下能够涨超过12%的啊。哎，你可以看一下，哎，下一张不出来了。哎，
那这个呢，就当时候也是有讲到啊，它是波幅比较大的。而如果你再结合一开始我讲到的市况，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星期里面，中小型的股票也是特别的强势所以呢就种种的因素加在一起，这个中小型股票SMR 它的波幅呢又更加强劲了你可以看到它最强的那一天，一天之内刚刚有人要说 SMR， 你就马上说，这个是我又看到的太给面子了吧？它一天之内是涨了超过30%非常强劲。那这个也是我能够提前透过技术分析看到它有一些信号，然后呢在 GMT 里面跟同学们分享我看到我是怎么样看到的，然后也分享我到底会怎么样做一些计划那这个也是我在 GMT 有分享的。一开始的时候Rich 讲过一个名词，大家如果听不懂叫什么叫高贝塔，其实高贝塔就是波幅比较大的，波幅比较大的就是贝塔大，OK， 就这样。所以你要讲点人家听得明白的东西。OK 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在学会开车之前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先学会开车，对吧？所以呢所以波幅大就像一个跑车，转速快，转速快，把马力大就我当时候也跟 GMT 的同学说就是如果你承受不了的，就比如说什么，哎呀，美团跌了2%美团暴跌了7%，怎么办呢？那如果你是这类同学的话，真的有前一阵子有人说，哎呀，美团跌了好惨我想想，从美团最近不说几年前400多，最近最高才只有215，当时美团跌到190，跌了好惨我想最惨也就跌了25块。25块也只有10%了，对不对？如果你10%都好惨了，对，那真的是不适合买股票就这样 OK。所以这个也是你要投资股票，更重要的也是要先学习，对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盲目的听到了一个号码，今天 Rich 讲的这个股票好，我星期一就去买入吧那这样也是。有人说到 Lemonade 又有人说你的 Lemonade 怎么样？你的 Lemonade 跌了第一现在涨了是不是第二当时跌了，但我讲的时候是12块对不对？我们在公开场合把我们 GMT 的那一个讲 Lemonade 那一幕公开给大家说，那时候才12块对不对？现在19块，好像16跌到15，就是说7%这个没有，从22跌到15左右了22，那你不能说这个我是12块讲的所以这个技术分析很重要，你没学会的话不要听我们讲的任何一个号码去买要不然明天有人来问了Rich SMR 跌得好惨呢，怎么办呢？从50块跌到49块了，好惨呢，怎么办呢？当然这个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给你们先说坏消息吧。大家能不能接受坏消息？OK 你说吧。坏消息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刚才讲的很多都是一些 GMT 的内容包括我分享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机会，怎么样去开这个车子但可惜的是GMT 已经是关门了我们这个月初的时候10月的时候也是短暂的公开过但是就已经是关门了其实类似的坏消息整天都有的，美团跌到170块，现在又涨到189了，一天内涨了9%那你170块的时候有没有买100回到120块可不可以？没有170块的时候，问题是我有买很多人跌到170块，美团跌了好惨那为什么跌的时候是说惨的，对不对？OK， 那我们来说一下好消息吧。那好消息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有2个工具可以帮助你们如果你们是想学习基本分析那七爸爸有一个10倍股的课程这个课程呢也是能够教会你们怎么样能够寻找到优质的行业寻找暴涨的行业和一些优质的股票并且把握这些10倍股。
最重要的是美团跌到70块的时候，你看了我这些给你的对商业模式啦，它的竞争优势啦，70块的时候你就信心满满的，甚至会加仓了啊。对，你能够学会，并且呢在这些关键的时候，你是有这个信心能够把握到这些机你会。 70块来问我美团能买吗？我不会回答你的，你不能开车子，怎么我来回答你，对吧？除非你是 GMT 的同学，那我就会教你先看课程。OK，那当然，另外一面，如果呢你是想学技术分析，你是想透过技术分析能够看到一些买入的机会判断什么时候应该买就像我刚才核电的那个范畴那个例子，我是在6月份的时候用基本分析来分析出它是一个潜在的行业。但是呢，我当时候透过技术分析是看到还没有一个机会出现，而我是等了4个月才用了技术分析看到一个机会在这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想用技术分析来帮助你判断什么时候应该买什么时候应该离场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个最新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是由我来录制来分享一下我过去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有用的技术分析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面去寻找那个链接OK， 那最后Chief Papa有没有什么补充？他的课程超值了，回报又比我好，时间又短资金又比我少回报比我好，对吧？这个课程的这个优惠又比我多，这个哎妈呀！这个补充一下吧，这个优惠呢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们想支持我们之前呢也是无条件的相信我们。我们才给了这么 crazy 的 offer 当然现在这些课程呢也在逐渐的完善，然后在逐渐的就当我们做好了对，拍摄好20天的课程之后，肯定不是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就我敢保证应该是不会有了吧，就没有这么 crazy 的 offer 肯定没有了，肯定没有了。OK，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像今天的人数没有到1000人呢。那有同学想问一些股票的看法，好像也没有机会了那不要紧，我们下次再一起也可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次就希望大家多多来捧场到了1000人，我们来分享一下。最好的就是人家看了你的课程，下次来分享什么时候买入了，什么时候卖走了，赚了多少钱了那我们不用做直播了吧？我们请他来做直播不就好了？也可以，也可以或者留言的时候也开心嘛，对吧？包括最近看到 GMT 有同学分享他赚到钱，他透过自己的学到的方法，他们自己赚钱也是蛮有感触的对，那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有人说很想加入 DIY 先学课程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见大家。好拜拜。